Hello，大家好，我是 Moll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之前几期视频分享了一些我个人喜欢的单品，比方说我经常穿的 V 领裙啊，还有很多的吊带，都是偏向于我个人日常爱穿的风格。那有小伙伴就提出来说，有没有更多就是大部分人日常可以驾驭的又好看的单品？那我想了想，作为日常来说，好看而又不费力的搭配，挑选一件显眼而又漂亮的上衣，应该说是最轻松，也是被最多人能够接受的办法了。所以今天是准备跟你们分享一部分我认为今年夏天非常值得尝试的上衣单品，希望能够给到你们更多的灵感。那话不多说，就一起先看视频吧。第一个 look 呢是一款露肩装，它的露肤范围其实非常小，而且最显胖的斜方肌是有一部分被遮住的，所以非常适合想要尝试露肤单品，但背部又同时比较肉肉的同学。我很喜欢这件衣服淡淡的薰衣草紫色，感觉很浪漫，也不是说日常会经常看到的颜色，非常的特别。袖子呢是灯笼袖的款式，和露肩的设计搭配在一起，就可以把女性感表达得很到位。面料也是很柔软舒适的，类似于我们经常穿的那种卫衣。为了不破坏上衣淡紫色的浪漫感，我其他单品的选择都尽量避免了深色系，哪怕选择了黑色的包包，也是有米白色的藤边设计。如果你足够高挑，那搭配半身裙也会好看。但这件衣服本身就会比较宽松，所以我的个子不算很高的话，还是搭配了一条紧身小阔腿的牛仔裤，上宽下紧的身材曲线是合理的，露出脚踝的裤子长度也是让整个身形看上去更纤长，不会因为衣服比较宽大而压身高。而且你仔细注意会发现，就是虽然我上衣是比较有休闲感的卫衣材质，但我其他单品的搭配还是偏向于我个人风格，就是优雅有女性感的，并没有说太偏离我个人的感觉。所以这件衣服呢，并不是只能休闲或者优雅，其实整体的风格走向呢，是可以由我们自己通过其他配饰单品的搭配来控制的。第二个 look 呢，也是一件露肩衬衫，但它是只露了一边，肩膀宽的同学很值得尝试，因为它不是两边肩膀都露出来嘛，所以在视觉上是会有缩窄的效果。而且这件衬衫呢很好玩，就可以一衣两穿，把扣子放到前面来扣上，就是一件很正经的可以通勤的衬衫了。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袖子这儿也是短短的，正好露出了手腕最纤细的部分，从而就让手臂呢看上去更纤长了。像穿这种很密集格纹图案的衣服，我认为其他单品的搭配呢，尽量不要太花俏，因为格纹呢本身就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如果你再有其他更多花样的单品去堆砌，很容易让人看不到你这一身搭配的重点。所以我选择了干净清爽的白裤子，包括说它整个的风格也是偏向于复古的，和格纹在一起搭配也很和谐，整套都是黑白色调，这样颜色也不会太乱，是一个非常适合日常逛街的率性搭配。第三个搭配是丝质衬衫配超高腰超长阔腿裤。丝质的衬衫呢是顺应了当下复古风的潮流，它的光泽感非常好看，香槟色也很衬气质。而且它不像说丝质半裙，坐下去之后再起来的时候很容易起褶子，相比之下穿在上半身的丝质衬衫确实是好打理多了。那这件衬衫最大的亮点呢是这个腰部的蝴蝶结，既做到了一个装饰的作用，而且可以通过它让别人在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是避免说看到你其他部位的身材短板，从而有一个视觉上的重点转移。这条高腰裤呢，上一期也出现了，那是我所有目前穿过的最显腿长的裤子里舒适度的第一名。刚开始穿上它的时候，肯定是和所有的高腰高裆位的牛仔裤一样，会有一点点的勒，一点点不舒服。但穿几次之后，就已经感觉很好了，因为我觉得
这件裤子是厚度适中，它的布料软硬度也是适中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购买。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就是像买这种高腰的阔腿喇叭裤，一定要买一条好的。什么叫所谓的好呢？当然是就是你能承受的，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准吧。因为这种裤子呢实在是太贴合身材，太看它的版型和面料了。如果说你为了一个很便宜的价格，然后去买了一条的话，那你所拿到的单品和模特的图片差别，真的很有可能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了。接下来这个单品呢，应该是很多小伙伴都没办法接受的。只是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鼓励大家多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打开一番新天地呢。那它是什么单品呢？就是我经常会穿的紧身连体衣 bodysuit。这个款式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我认为腰部会显得非常利落，在视觉上可以让你整个腰线看上去提升了好几厘米。你在第一次开始尝试的时候，可以去买一些很基本的款式，把它当里面的就是 T 恤、打底衫、外套那样穿，效果也会特别好。它的搭配性是非常强的，是一个很基础款的单品，而且它的穿脱其实很方便。虽然说是连体的款式，但是它的下半身是有打开的扣子的。就是很多款式都有这样设计，并没有说你们想象中的那么鸡肋。相信不管是我刚才的展示，还是说很多的街拍当中，你应该都看过很多搭配它的方法了。那就勇敢的尝试一下吧。第5个要推荐的呢是泡泡袖上衣，像我之前有用过它的短款，就是微微露腰款，去搭配高腰喇叭裤，还有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修饰腰部曲线的，来搭配紧身牛仔裤，都是很亮眼的搭配。那这种款式呢，确实对肩背部的线条有一定的要求。之前有看到弹幕说，就是穿不好的话，可能会像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是很生动，确实我不反驳这一点。就是如果说背部比较肉多的同学，就是整个人看上去特别宽大的话，也不太好。但其实我的肩宽，你们在评论置顶的信息里也可以看到，我的肩宽其实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说，是比平均肩宽要数值要大的。我个人是认为我穿这种衣服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那怎样才能够避免说让你穿这种衣服就是显得不伦不类的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像这种风格感特别重的单品，整个的搭配一定要有统一性。比如说像 Reformation 这种专门做复古单品的品牌，他们家就有很多这种泡泡袖的款式。你看他们家模特的图片呢，会发现就是用来搭配的其他配饰都是很简单的，也可以融入进这个单品的风格里的，并没有说要用很多其他特别花俏的，就是特别繁杂的单品去搭配它。很多配饰的选择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复杂。接下来是一件无袖针织衫，它的肩线是比较靠内的，所以看上去呢肩膀会显得更窄，然后整个人看上去也不会说太虎背熊腰的。它的针织面料还是比较薄的，非常适合夏天。然后针织呢又和这种宽大的纽扣在一起搭配，就感觉很惬意很自然。衣服的两边是做了开叉的设计，这样呢就是把前面扎进去的时候是前短后长的，整体看上去也是更有层次感。虽然说这个单品很日常，但是一些小的设计会让它变得又不普通，所以说即便是日常的款式也可以非常的精致。像这种基本款呢，还可以用来做风格的混搭，整个搭配都是浅淡的颜色，非常的清爽，搭配在一起不同风格也没有违和感。像这个包包、裤子、鞋子都是我用在很多搭配上了的，也都是我非常推荐的单品，所以说闭眼买就好。
最后一个搭配呢是一件衬衫裙，本来是想放在之后的裙装穿搭3里面讲的，但我认为它也算是衬衫的半个亲戚吧。再加上说我也不知道下一期裙装3我能什么时候攒出来，等到那时候万一这件裙子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所以呢就还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花色呢就是很类似于我这个藤编的椅子，哇，完全一模一样。对，之前我在微博裙装穿搭发这一套的时候呢，是有小伙伴说很像妈妈那个年代穿的衣服。我觉得这个总结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非常有港风的味道。那这个长度呢，也是我最喜欢的短裙长度，就是在膝盖以上，然后大腿中部以下。这个长度我觉得是有一个大腿到小腿正好有一个延伸感的过渡，不会说你正好在膝盖那个位置只露出小腿，因为我小腿不算是很细的那种，所以看上去如果只有小腿露出来，会觉得像两个小萝卜。但稍稍露出一点大腿，会让整个的线条就看上去更有延伸感了。像这个长度，包括说这种连身的款式，娇小个子的同学也可以尝试一下。它这个布料是非常舒服的，不管是胸前还是下摆的部分，里面都有薄薄的内衬，穿上去呢也不用担心说会透。像这种非常简单的小裙子呢，多去捯饬一些配饰去搭配它，整个的感觉会更丰满、更好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期我给你们的所有分享了，希望你们会喜欢。我是 Molly，那我们下期再见啦。